这是1988年，没有智能手机，没有共享单车。如果让我再年轻30年就好了，让我再回到那个黄金年代。我回来了，今天考试，也就是我妈发病住院的日子。前世我赶过去时，她已经昏迷了，这次不能耽误。陆枫，你不考数学了？不考了。你这孩子怎么跑过来了？想你。你这孩子，妈就是高血压晕了一下，你别想太多，妈没事儿。妈，你好好休息，剩下的交给我。我妈的病，爸想办法。你考得怎么样？我缺考了2门。你说什么？缺考2门？你怎么不跟爸说一声？妈出事儿，我顾不了那么多，你妈知道了会更难受。算了，先不告诉她。你后面打算怎么办？去电子街，那边有机会。电子街？那些卖电子表的？爸，我不是要去卖电子表，我有别的事要做。你好像不太一样了，哪里不一样？说不上来。爸，天快黑了，我先送您回家，明天我跟您细说。爸，我要造大哥大。大哥大？你可想好了？一台大哥大2万多，抵普通人10年收入，市场全被外国牌子占了。我想改变这种现状。你发烧了？我没发烧，我在学校把无线电技术都学透了，给我一点时间，我能做出东西来。你先把你妈照顾好，电子街那边我帮你说说。陆枫，你来了。苏晴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来探望阿姨，我们两家是邻居，你忘了？小青这孩子有心了。陆枫，你高考……有些事儿比考试重要。这个给你，2000块，我知道你需要钱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表哥在电子街做生意，他说了你的事儿。陆枫，我想帮你。你一个学生哪来这么多钱？我爸给的零花钱。苏晴，这钱我不能要。为什么？你家有钱是你家的事儿，可我想帮你。我陆枫不靠别人的钱起家。你忘了初中时你帮我补课的事了？要不是你，我连高中都考不上。而且我喜欢你，从初中就喜欢了。苏晴，我现在没心思想这些事儿，等我站稳脚跟再说，好吗？好，那这钱算我借你的，你以后还我。行，等我成功了，还你10倍。看什么看？不修东西就滚蛋！老板，你这儿招人吗？不招。我能帮你修好这台收音机。就你，毛都没长齐，修过几个收音机？1分钟。什么？1分钟修不好，我马上走。行，你要是能修好，老子请你吃午饭；修不好，就赶紧滚回家去。好了，你，1分钟到了吗？小子，你叫什么？陆枫。你这手艺跟谁学的？自学的。申城中学图书馆的无线电书我都看完了，无线电杂志每期都看。我干这行8年了，你刚才那手速我比不上。那你还赶我走吗？赶什么赶？你就是我猛哥的贵人了。说吧，想要什么？我想在你这儿打工，不要工资，但你让我用你的工具和零件。不要工资？你图啥？我要学东西，将来自己造手机。造手机？哈哈哈哈哈！你知道大哥大里头有多少零件吗？我知道，但我不是开玩笑。猛哥，你想一辈子修录音机吗？你小子在我这儿白吃白喝3天了，到底想干啥？这是你画的？现在市面上的 BB 机全是外洋品牌，一个卖700-800，自己组装成本不到200，500-600块的利润。那要是卖500台，25万，够我妈换肾。渠道我来解决。我在电子街混了8年，深城、广城都有路子。猛哥，还有一件事儿，你少抽点烟，肺不好。你是我妈还是我老板？都是。明天开始你就在我这儿干活。学校那边怎么办？高考成绩快公布了，明天我回学校一趟。这小子跟别人不太一样。陆枫，你缺考2门，学校知道了。缺考就是缺考，找什么借口？校长给你保送京华工业大学的资格全泡汤了。以你物理竞赛全国1等奖，京华工大已经答应破格录取，但缺考2门属于重大考试违纪，保送资格取消。看来不论我有没有缺考，保送名额注定是要被拿走了。不过你的语文150满分，你考了148；理综300满分，你考了289，全市第一。校长，谢谢您费心，保送取消就取消吧，我自己的前途我自己走。名额不能浪费，泽阳正好差一个保送机会。就这儿，前任老板跟小姨子跑了，没有比这更便宜的了。地面铺水泥，墙洞补铁皮，窗户装纱窗，防尘。防尘？
BB 机的电路板比收音机精密10000倍，一粒灰尘落在晶阵上，频率就偏了，整台机器就都废了。废了。猛哥，这里就是风讯的起点。风讯，山峰的峰，通讯的讯，这就是我们公司的名字。总有一天，这个名字会传遍全国内。公司？哟，苏大小姐来了。这就是你们的工厂？对啊，风讯国际总部，怎么样？果然够国际的。陆枫，你丈母娘做的红烧肉天下第一。哎呀，猛哥，你瞎说什么呢？我说的就是实话。陆枫，你说是不是？好吃，真的？真的，替我谢谢你妈。你这手速是单身多少年了？陆枫，你老实说，你是不是以前干过？看书看多了，上手就快。小子肯定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。搞定3块了。第一批我打算先用进口零件做10台样机，测试通过后再批量采购国产替代件。国产替代？你说的那些精品过滤器，国产的能行吗？能行。深成有2条军品生产线，精度不比进口差，只是没人知道。我是从一本内部技术手册上看到的。就这一块小板上就有100多个焊点，你在2个小时里焊了3块，我焊1块的1天。我不用焊，你的长处是渠道和人脉，技术交给我，市场交给你，我们各司其职。陆枫加油苏秦，嫂子给你写情书了。测试用的，需要输入文字看看显示正不正常。测试用的，那你脸红什么啊？明天我拿5台去电子街找华哥试卖，剩下的留下做耐久测试，连续开机48小时，看哪台先出故障。华哥能卖掉吗？华哥卖不掉，我一家一家档口去敲门。陆枫，我赵猛这辈子没服过谁，我爸我没服过，我老板我没服过，你我服了。猛哥，我不是了不起的人，我只是比别人更懂得一个道理，那就是时间不等人。果然不出黄老板所料，这小子手里有东西。450，人家东阳的卖800，你这价格你疯了吧？我没疯，我要的不是暴利，是市场。450一台，华哥你拿50块提成，卖多少算多少。我在电子街干了8年，从来没见过你这种定价策略。450，小伙子，你这是要把整个 BB 机市场的水搅浑啊！黄文辉，深成电子商会的副会长，全电子街的 BB 机都得从他手里过。你这 BB 机我看了，做工确实不错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把价格定得这么低，别人怎么卖？自由市场，凭质量说话，我给消费者实惠，不犯法。年轻人有冲劲儿是好事，但是步子大了容易摔。你的技术和产量我看上了，东西交给我销售，一台500，你净赚300，比你450卖利润还高。条件是我的东西只贴我的牌子，风讯这2个字我不卖。好，小伙子，你记住今天的话。陆枫，黄文辉是全电子界最不能得罪的人。你刚才撕他名片，你知不知道他一句话就能让全深成的档口不卖我们的货？拿什么跟他斗？我知道，你知道你还撕啊？猛哥，你做过生意吗？你在一开始就低头，以后就永远是跪着的。风讯的牌子从第1台机器开始就要堂堂正正。可黄文辉在电子街卖了10年外阳机，咱们一个铁皮棚子，拿什么跟他对着干？他越是这样，就越说明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他看见我们的10台样机慌了，他的外阳 BB 机1台800，我们卖450，以后他1台都卖不出去，所以他才说要收我们的货。他不是要收货，他是要在源头上掐死我们。那现在怎么办？他掐不死我们，华哥不卖，我找别人。电子街有几10家档口，总有一家不姓黄。苏晴把钱借给你的时候，我还以为是他在犯傻。今天看完这份计划书，我收回那句话。苏叔叔，我今天来不为借钱，是想请您帮一个忙。什么忙？黄文辉封锁了电子街的销售渠道，我需要一个新的销售渠道。百货大楼，百货大楼的柜台不是谁都能进的，需要深成商业局的审批，加上至少3家老牌厂商的推荐信。审批材料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推荐信方面，我想请苏叔叔帮我牵线。成本180，售价450，你的利润空间只有270。一台外阳 BB 机售价800，你为什么不把价格定高一点？因为我要的不是1台赚多少，我要的是1万台、10万台，甚至100万台。陆枫，你很像一个人。谁？20年前的我。不过你比我厉害，我20年前还只知道倒腾电子表。百货大楼的柜台我帮你谈，另外我个人投资你50万，占风讯20%的股份。50万够在深成买5套房子了。苏叔叔，这份投资太大了，我目前只有10台样机。我不是投资你的厂子，50万换一个年轻人未来的无限可能，我觉得我赚了。我不会让您失望的。苏总，您找我？去查一下这个陆枫。查什么方面？
查他是不是一个18岁的人。我爸答应了没？答应了，不仅答应了，还投了50万。50万！我爸他从来没给过我这么多零花钱。以后我不给你。谁要你补？你把我那8000块还了就行。你爸投的是风讯，但你借我的8000块是投给我的，所以你比他更早。那天在教务处门口，你说等你站稳脚跟，现在算站稳了吗？还不算，但快了。我妈说甜的东西能让人做更好的决定。你妈说的对。老刘，这是陆峰，我的合伙人。陆峰，老刘以前是无线电厂的流水线组长，小陈是他徒弟。陆厂长，猛哥跟我讲了你们的事儿，好样的！我这把老骨头不退休了。陆厂长好，从今天起，风旭有4个员工了。对，咱们老刘技术顾问，小陈技术员，我市场总监，陆峰总经理，齐了。黄总，他们又招了2个人。招，让他们招。我要他们招到50个人的时候，1个零件都买不到。喂，张老板，对，风讯 BP1 450一台，全深成最低价。什么？黄文辉不让你卖，他管得着你吗？喂，第17个了。全被黄文辉给吓住了。孟哥别打了，我跟我爸商量了个办法，这周末百货大楼广场做展销会，我爸找了商管员的关系，把我们的摊位塞进去了。百货大楼广场那可是全深城最热闹的地方。展销会什么类型的？深城首届电子新产品展销会，我爸说会有20多家厂商参加，还有港岛的采购团。宣传单上缺一个东西，什么？现场演示，光看照片和参数没人信，让他们亲眼看到，比任何广告都有用。展会当天，我在展位上做3件事：第一，现场拆一台东阳 BB 机和风讯 BP 对比电路板；第二，把 BP 泡在水里拿出来当场开机；第三，让顾客跟着我去百货大楼地下室用 BP1接收信号。东阳的机器在地下室收不到。可是泡水里，万一坏了呢？不会，我在电路板上喷了3防漆。陆厂长，你这些招数，我在无线电厂干了一辈子都没见过，你这是要把做生意变成打仗啊！老刘，商场就是战场，只是枪换成了产品。风讯 BP1 国产汉字寻呼器450一台，现场演示，不好用当场砸。450，吹吧！东阳的卖800，便宜没好货。大家请看，左边东阳品牌售价800，右边风讯 BP1 售价450。电路板元器线晶正过滤器电容，全部同型号同批次，每一个焊点都饱满光亮，比东阳流水线焊得更好。小兄弟，我是港岛永科电子的采购经理，你这款 BB 机能不能出口？我订2000台。你去查，把他所有零件供应商的名字给我查出来。1100台，港岛2000台，还有其他散客加起来3700台。陆峰3700，我活了58年，从没见过这种场面。陆厂长，3700台，我们1个月产能只有300台，怎么交货？招人，明天去电子街招20个工人，分2班倒，白班老刘带，晚班小陈带。猛哥负责采购零件。苏晴，你说，财务交给你，进出货、进价、出价，每一分钱都从你手里过。好，我明天去买账本。以后每完成一批订单，就划掉一个数字，加一个新数字，这个墙上的数字永远不会变小。前世我也是从铁皮棚子开始的，但那一次我没有苏晴，没有猛哥这么早。那一次我花了3年才拿到第1个大单，这次1个月。前世的所有教训都变成这一世的地图。你知道上一个来申请的厂商是什么规模吗？深城无线电2厂，2000人，申请了2年才批下来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把所有材料都准备好了。这是你自己写的？是。这个前级放大电路用了3级级联，噪音系数比通讯厂的设计低2个 dB， 你是怎么想到的？参考了南洋 NECD 公司1986年的技术白皮书，然后根据我们国产元件的参数做了优化调整。小陆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一个高中生怎么看得懂南洋技术文献？我在学校图书馆借到了港岛中文大学的翻译版，花了1个暑假翻译了70页。我儿子今年也18岁，在打街机。你呢？你在造 BB 机。陆峰，你的申请材料我收了，但我给你交个底，按照正常流程审批至少1年。我可以帮你加急，但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的 BP1给我拆1台，我让局里的技术科做全面测试，如果测试通过，我给你开绿色通道。孙处长，谢谢。批了吗？没批，
但孙处长答应加急测试。加急是什么意思啊？正常1年，加急3个月。3个月还行。陆峰，听说你来申请生产许可？呵呵，你以为那么容易？他们说风讯 BP1 侵犯了迅达 BC100的专利权。迅达 BC100 用的是西门芯片方案，风讯 BP1 是自主研发的电路架构，两者没有任何相似之处。黄老板，你找的这步棋走错了。年轻人，你以为就凭你那几页电路图就能跟企业叫板？我不跟任何人叫板，我只跟技术较劲儿。还剩下1600台的订单没交货。迅达那个专利侵权真的没事吗？没事儿，我用的技术路线和他们完全不一样。他们是买西门的整套方案，自己连电路图都改不了。我这是从零设计的。每一根走线都是我画的。陆厂长，我在无线电厂的时候也碰到过专利纠纷。那时候厂里有个技术员搞了个新发明，被对头厂告了。后来一查，对方的专利比我们晚申请了3个月。老刘，你的意思是？你先把手里的技术资料、设计图纸、实验记录全部整理好，标上日期，将来打官司，这些都是证据。谁先做出来的，谁就占理。受教了。老刘，你以前在无线电厂到底干啥的？干了一辈子技术科，没吃过猪肉，也见过猪跑。1988年9月15日，风讯 BP1 订单3700台。BB 机只是第一步，真正改变这个时代的是手机。1988年，全世界只有摩托罗拉能造大哥大，而明年，风讯要造出国人自己的手机。根据局里技术科的全面测试，风讯 BP1 的接收灵敏度、频率稳定性、抗干扰能力3项指标全部达到国家标准，其中接收灵敏度和频率稳定性超过了东洋品牌 BP200。不可能，他用的零件都是港岛走私货。这是我所有零件的采购发票和报告，全部合法合规。迅达说我走私，请拿出证据。如果拿不出来，按条例规定，恶意诬告要承担法律责任。奇怪，风讯的电路架构和迅达 BC100 完全不一样。迅达用的是西门全套参考设计，风讯这个是原创架构，特别是前级放大电路，这个3级级联噪声抑制方案在国内是首次见到。而且从设计图纸上的日期来看，陆丰的原始手稿日期比迅达的专利申请日早了3个月。严格来说，如果存在专利侵权，应该是迅达侵犯了陆丰的在先权。根据技术鉴定结果，风讯 BP1 完全自主设计，不存在侵犯迅达 BC100 专利权的情形，迅达公司的侵权指控不成立。陆丰，你的生产许可证批了，批了，终于批了！风讯电子通讯设备生产许可证，现在可以光明正大的交货了。3700台订单之前只交了1600，剩下2100台，下个月底之前全部交完。各位，拿到许可证只是第一步，迅达不会就此罢休，他们会用价格、渠道、政策一切合法的和不太合法的手段来压我们出问题。来就来，谁怕谁？怕不怕不重要，从明天起，所有出厂产品100%全检，一台不合格的都不能出厂。质量是风讯的命，一次砸了就永远翻不了身。这2台是第一批下线的量产机，一台给你们做纪念，另一台我寄给港岛的采购商，让他们知道，国内人自己做的东西不输给任何人。BB 机是接收，手机是数发。接收我做出来了，数发才是真正的难关。射频功率放大器国内没人会做，中频滤蔽性现阶段元器件工艺跟不上，我只能绕路用分立原相搭，虽然整体偏差但能用，得先把东西做出来。前世就是太追求完美，错过了1整年的窗口期，这一世够用就行。射皮搞定了，下一步是基带，语音编码、信道编码、调制解调，这些我前世做了30年，闭着眼睛都能画出来。我就知道你没走，喝了吧。这是大哥大，明年风讯要做国内人自己的手机。看到没有？烙铁筋儿点一下，立刻抬起来，停留超过1秒，焊盘就烧坏了。手要稳，心要定。错了，我帮你修。刘老板，铜线还要5000斤，3天送到。什么？涨价了？你跟黄文辉签了独供协议？哪个供应商？他们跟黄文辉签了独家供货协议，铜线优先供应迅达。我们订的5000斤铜线被卡了。还有别的铜线供应商吗？有，但都在黄文辉的商会里。他一家一家打过了招呼，谁给风讯供货，就别想在电子街做买卖。喂，孙处长，是我陆峰，想问您一个事儿：通讯管理局有没有合作的金属材料供应商名单？你们被卡了。对，电子烧会的黄文辉。这事儿我管不了市场行为，但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：申城冶金研究所，他们有一条铜合金实验生产线。你们做 BB 机的对金丝纯度要求这么高？不是 BB 机，是准备做手机。手机射频电路对铜线的导电率和杂质含量要求比 BB 机高1个等级。我们这条实验线年产铜合金500吨，精品纯度，杂质控制在3%以下。平时主要给管制雷达做辅线，能不能匀出5吨民用？你知道精品铜合金多少钱1吨吗？
比民用铜贵3倍。我付得起，但我有一个附加请求。我想请您帮我们研发一种新的铜合金，用在手机射频电路上。需要的特性是低电阻、低温度系数、高抗疲劳。我这里有全套技术参数。你这个文档是从哪里来的？这些参数很多连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测。我自己算的。小陆，你老实说，你是不是哪个研究所出来的？不是，我今年18岁，刚高中毕业。听说你今天去冶金研究所啦？铜线的问题解决了。张嘴。陆枫，你累不累？不累。你说谎，你眼睛下面的黑眼圈都快落到下巴了。按目前的出货量和利润率，到明年春天账面可用资金大约80万，加上港岛的预付款，差不多150万，还差50万。够了。第一批手机不需要量产，做50台样机，通过测试拿到入网许可，就能开始预售。全是松香味，烙铁焊锡留下的，洗不掉。不洗，挺好闻的。上个月净利润47万，陆枫抵得上电子街卖3年录音机，比无线电厂强。我在无线电厂的时候，全厂2000人，1个月利润也不到这个数。利润不错，但不能飘。迅达还没倒，黄老板还在。另外，李泽阳快回来了。李泽阳就是那个抢了你保送名额的小子。他在国外学了通讯工程，回来肯定去迅达。迅达有多年历史，有政策优势，有现成的渠道。李泽阳懂技术，正好补上迅达的短板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抢在他们前面。BB 机市场，我们不跟迅达拼价格，我们比他们早半年把手机做出来。手机市场，迅达没有先发优势。陆厂长，你真的要造大哥大？那玩意儿全国内只有摩多拉能造，1台2万多。咱们一个民营小厂。是啊，既然咱们风讯电子要发展，就必须要造出自己的大哥大。老刘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：当年你刚进无线电厂的时候，厂里会造什么？收音机。后来呢？黑白电视。再后来呢？彩色电视。国内电子工业的发展路线从来都是先模仿，再跟随，最后超越。收音机是这样，电视是这样，手机也会是这样。风讯要做的是把这个时间缩短，别人用20年，我们用2年。这就是手机的主板。射频部分，信号从天线进来，经过这个低噪放，放大微弱信号，然后混编，把高频信号变成中频信号，再解猫变成语音。这就是大哥大的发射信号，我们做出来了。射频前段雏形，发射功率达标，杂散抑制合格。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。功率加大器用的是分立元素搭的，太大了，功耗太高，成本下不来。真正批量生产必须用集成化的功放模块，但目前只有摩罗拉能做。那怎么办？去买不来，这些是管制器件，对国内禁运，所以我准备绕路，不用传统的硅基功放，砷化镓。砷化镓那是管制雷达才用的。但深成冶金研究所的周主任能帮我们搞到砷化镓晶圆，高纯度砷化镓，他们那条实验线就能做。陆厂长，你说的这些东西，砷化镓、射频功放、集成化，我一个在无线电厂干了一辈子的人都听不太懂。你一个18岁的娃娃，你不是一直问我一个问题吗？我这些知识从哪里来的？如果我说我是从30年后来的，你信吗？我信不信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是个好孩子，你在做对的事儿。50万投进去3个月，风讯的月利润做到了47万，这是我做过的最划算的投资。苏叔叔，我今天来是想跟您商量手机项目的事儿。我看了，200万启动资金，研发周期6个月，第一批量产5000台，售价1万2，你确定能卖出去？确定。全国1年手机需求量超过5万台，100%依赖进口，只要能做出来，每台比摩托拉便宜8000块，不愁卖。但你只有150万，还差50万。爸，这50万我来想办法。你有什么办法？我不要零花钱了，从下个月开始，我的零花钱全部投进风讯，然后我去找我妈，她在港岛有几个富太太牌友，可以问问。不用你去借，这是我的私房钱，50万，本来打算退休后买别墅的。妈，你太好了。行了行了，这么大姑娘了还撒娇。苏叔叔，这笔钱还的时候按银行利率3倍。不用，我只有一个条件。您说。好好对苏晴，她从小到大从来没对哪个男孩子这么上心过。苏叔叔，我保证，在我这里，苏晴永远是第一位的。
第5版射频指标全部达标，负65 dBc 的杂散抑制。大厂都做不出来，陆厂长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我在这里加了一个线波滤波器，用 LC 谐振把一个特定频率的信号吸收掉。这个方法是从一本旧杂志上学来的。是了没有？能打电话了不？现在是。猛哥，你去外面，走远点，300米。陆峰，猛哥，能听清吗？通了，陆峰手机通了。前世第1台风讯1号通话成功的时候，铁皮棚子里只有我一个人，没有人跟我一起喊。这一世，赵猛在榕树下喊：“来，庆祝风讯1号首次通话成功！”我老刘在无线金厂干了28年，从来没见过民营小厂能造出大哥大的。陆厂长，你创造历史了！不是历史，是序幕。通话成功只是过了第1关，后面还有温度测试、振动测试、跌落测试、电磁兼容测试，全部通过才能申请入网许可。怕啥？第1关都能过，后面的照样过。我看你们的工作服太旧了，就找裁缝做了新的，每人1件。我干了一辈子，无线工厂从来没给我发过印着厂名的工作服。陆峰，通讯管理局今天下午来场审查，孙处长亲自带队，还有3个技术专家。审查？不是测试完了才审查吗？不知道，孙处长直接给我打的电话。孙处长说，风讯1号的入网测试数据太漂亮了，他们不相信是一个民营小厂做出来的，所以提前来实地审查，看我们有没有真正的生产能力。所有人停下手里的活儿，把车间从头到尾打扫一遍，桌面、地面、设备外壳，所有测试报告装订成册，按测试日期排列，生产流程文件、质检记录全部摆到前台。老刘，你是技术负责人，审查的时候你主讲。我一个退休工人。你不是退休工人，你是风讯电子的技术总监，你懂得比任何一个来审查的专家都多，自信点。行，我讲。小陆，他姓钱，是深成通讯技术委员会的副主任，在模拟电路领域很权威，但脾气出了名的大。你们做好心理准备。你们这个功放模块用的是生化镓，不是硅？是的，钱老师。硅基功放的效率和线性度在大功率下不达标，我们选择了生化镓方案。功放模块是与深成冶金研究所由冶金研究所提供。你们怎么知道硅基功放在大功率下效率不够？是我们陆厂长提的方案，他论证了硅基在900毫兹频段2瓦发射功率下的理论效率上限只有35%，而砷化镓能做到55%。我们实测结果和他的理论计算完全吻合。小伙子，你学什么的？自学。我在通讯技术行业干了35年，今天看到一个自学成才的年轻人，比我带过的所有研究生都强。孙处长，风讯的生产能力我认可，但有一件事我必须提醒你。你们现在的功放效率虽然高，但砷化镓晶圆的成本比硅高很多。风讯1号的定价如果太高，市场接受度会受影响。你想过这个问题吗？想过。我们在研发第2代功放，用硅锗方案。硅锗的成本低，效率可以做到45%。风讯2号会用硅锗的功放，把整机成本压下来。陆厂长说的对，我们已经在做了。这个小伙子想得比我远。来，庆祝审查通过，风讯1号入网许可板上钉钉了。各位，审查通过只是走完了第1步，接下来500台手机要在2个月内组装出来。零件采购、产线调控、工艺编写，每一项都需要人手。我们的团队只有40个人，远远不够。招人！电子街上一抓一大把，那些在黄文辉手下干过的工人被压榨够了，正愁没地方去。我去招。我认识几个退休的老技术员，手艺好，人品正，一辈子在国营厂被埋没，现在正好出来发光。账上的钱够吗？够。BPE 的利润稳定，加上港岛回款，招募50人，预付2个月工资，加上原材料采购，需要80万，账上有90万，刚好够。陆厂长，我能带2个人吗？我以前在技校有2个学弟，毕业后在迅达的厂里干，被压工资压了3个月，前天来找我说想换地方，明天叫他们来面试，只要手艺好，风讯大门敞开。通话清晰，信号稳定，合格。全深成不，全国内第1台国产大哥大从铁皮棚子里走出来的，记着今天，记住
风讯1号通讯设备入网许可证，从今天起，你们可以合法上市销售了。首批3000台港币结算，售价12000港币一台，预付30%。百货大楼电器柜台，风讯手机专柜，月租2000，第1年免租金。孙处长，各位合作伙伴，风讯1号的定价我决定改一下，原来定的12000元，现在改成11000元。为什么？你成本没降，为什么要降售价？我看了迅达刚发布的手机广告，他们定价12500，他们想靠价格竞争，没门儿。更重要的是，国产手机的价格应该是老百姓够得着的。我陆丰就是要做老百姓用得起的手机。陆厂长，我在港岛做采购20年，第一次见到主动降价的供应商。我不是供应商，我是这个行业的后来者。后来者必须比先行者更在乎普通人。你还记得吗？那天晚上你在这里跟我说，明年风需要做手机，我当时觉得你疯了。现在呢？现在觉得你疯得不够早，应该早1年疯。这把螺丝刀陪我走了1年，从修收音机到造手机，刀头磨秃了，但还能用。我想留着，将来放在风讯的博物馆里。很轻，轻的东西也能撬动很重的东西。陆厂长，紧急！我刚收到港岛的消息，迅达在今天下午给港岛所有批发商发了通知，他们的手机售价降到11500，而且承诺，如果批发商不进风讯的货，迅达额外给1%的返点。意料之中，李泽阳的动作比我想得快。你回去告诉迅达一句话。什么话？风讯不跟任何人打价格战，风讯号对迅达是品质战。我们明天在港岛举办的一个公开对答 TC100，谁的通话质量好，谁的信号稳定，让消费者自己看。如果迅达不敢来，那他们已经输了。你这招太高了，迅达不敢不来。我这辈子还没见过这么多镁光灯，陆峰，你靠谱吗？放心，我昨晚对着500台量产机抽检了100台，通过率100%。港岛的各位朋友，欢迎来到迅达 TC100与风讯1号的公开对比测试。迅达 TC100采用国外最新蜂窝通信技术，核心芯片全部为国外进口。我们有信心，通话质量全面领先。风讯1号核心零件全部国产，深化加芯片 RF 功放是我们和冶金研究所联合研发的深化芯片。看实测数据。信号强度，风讯55 dBm， 迅达中62 dBm。请大家注意，风讯使用的是砷化镓功放，砷化镓是管控材料，民用成本不可持续，这是违规竞争。砷化镓确实比规者贵，所以风讯从下个月起推出第2代风讯手机，采用规者放大器，成本降低30%，售价降到9800元。通话质量同样优于迅达 TC100。砷化镓只是过渡方案，风讯的最终目标是让每一个国内家庭都买得起国产手机。2000台，风讯2000台。今天接了多少订单12000台，1亿3200万港币。多少？1亿3000万港币。好，陆峰，我饿了，我们有钱了，我饿了。猛哥，你知道今天最重要的事儿是什么吗？不是1亿3000万，那是什么？李泽阳输了，输给我的定价。他一直在用进口零件堆成本，100万的研发团队，没人想过怎么让普通人也买得起。你今天在台上说风讯2号要降价到9800，是真的吗？真的。陆峰，你老实说，是不是根本不怕？不是假装镇定？不怕，我的底气不是技术。我见过最好的产业链，见过手机每一次进化，每一个时间节点该做什么，不该做什么，比谁都清楚。我不是在跟迅达竞争，我是用36年后的经验，在这个时代走路，每一步都不需要试错。风讯电子深成市重点扶持民营科技企业。小陆，这是深成市特批的，你是全市最年轻的重点扶持民营企业家。这块牌子不是给我的，是给在座的每一个风讯人的。1年前我们在铁皮棚子里点着煤油灯焊 BB 机的时候，没人看得起我们，我们自己造出了手机，拿到了全市重点扶持。这块牌子告诉我们，不怕起点低，只怕不敢走。风讯还小，但会一直长大。从风讯2号开始，
我们要启动自研基带芯片项目。现在是1990年，迅达还在买西门子的现成方案。如果我们能做出自己的基带，就彻底不用看别人脸色了。陆厂长，做芯片需要 EA 软件，正版一套几十万美金，用开源的。我在港岛大学的 FTP 服务器上找到了一套开源的芯片设计工具，虽然功能简单，但够我们做第一版原型。FTP， 陆厂长，你怎么连港岛大学的服务器都能连上？用了邮电局的拨号线路。我跟陆厂长干了2年，最大的收获不是技术，是学会了先把事情做出来，再说行不行。机电芯片的核心是 DSP 数字信号处理器。我们第一版不做完整的机电，先做一个调试解模块，用 FPA 实现。FPA 板子也不便宜，最低配的 Zolox 板子也要3000美金一块，买2块。老子刚刚接了1亿3千万的订单，2块板子买得起。这小子真行。特意挑了没有门槛的房子。小峰，那个叫赵猛的是你朋友？最好的朋友。好人。上次他来医院看我，带了一块红烧肉，说他老婆做的，让我尝尝，咸了点但好吃。妈，医生说您的肾源匹配已经有进展了，可能再过2个月就能手术。别费钱了，20万，你还年轻，留着做事业。妈，你打开看看。妈，您别担心钱的问题，儿子有钱了，您的身体比什么都重要。今年上半年，风讯手机总销量7万台，市场份额22%，仅次于摩托拉51%，迅达被我们甩到第3名，市占率17%。摩托拉是外国牌子，进口的，我们只用了2年就追到他们后面了。摩托拉在国内深耕了10年，他们没有对手的时间太长了，犯了很多错才给了我们机会，但他们醒过来以后，会用真正的实力碾压。不是迅达那种水平的竞争，他们降得起，我们不行。风讯 S1 提前到今年年底，定价不是9800，是999。999？陆总，这价格我们一台利润可能不到50块。S1 不是赚钱的，是抢用户的。一个从没买过手机的小镇青年，花了不到1000块买了风讯 S1，他下一台大概率还是风讯。999买一个用户的品牌重用度。值不值？按999定价，一台 S1 的毛利45块，卖掉10万台，450万毛利，够摊研发成本。更关键的是，销量起来，上游零件采购价还会往下降，成本会越做越低。干 ！S1 什么时候启动？现在，我明天开始画 S1 的设计方案，目标很明确，999块的能打电话、能发短信的手机，不需要花哨的功能，信号好，电池久，摔不坏，够了。S1 的原则：做减法，不要彩屏，黑白屏够用。不要照相机，那会增加30%成本。不要花哨的软件，只要稳定。我们的目标是这台手机掉进水里捞出来能用，从2楼掉下去捡起来还能开机，信号比摩托拉旗舰机还好。陆总，这种够用哲学和我们之前做旗舰机的思路完全相仿，我有点转不过来。风讯的旗舰机用最好的东西是做给我们自己看的 ，S1 用最稳的东西是做给普通人看的。做手机最难的不是把性能做上天，是在有限的成本里给用户最多的价值。别抽了，猛哥好不容易戒了，你又学他。没点儿，就是有时候手里得捏个东西。你怎么了？今天在会议室，你看起来不像胜利者的样子。我脑子里闪过的不是高兴，是前世1995年的时候，摩托拉在国内做了一次降价，一口气把风讯逼到了破产边缘。那次降价他们准备了1年，这一世他们也快了，我只是在倒计时。你说的前世是你书里看过的那种吗？苏晴，如果我说我是从36年后来的，你信吗？信。从你在河堤上跟我说你要造大哥大那天，我就信了。不是信你从哪里来，是因为你说过的话全部做到了。外壳 ABS 工程塑料一次度数成型，电池用镍氢电池，功耗少1/3，续航反而更长。屏幕亮了，通话正常。陆峰，这质量顶得上部队的装备了。测过了，
从1.5米衰落100次，通过率97%；从1.2米衰落200次，通过率100%。S1上市第1个月卖了4000台，999块4000台，毛利每台45块，4000台18万毛利，不算多，但已经很好了。我们 S1首月销量4000台，风讯总用户数突破20万。小风，别担心。妈，我在外面等您，您醒来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我。你在风讯车间讲话的时候手都不抖。不一样，车间里是我知道会赢的仗，这个是老天爷说了算。医生，我妈怎么样了？手术顺利，你母亲的排异反应很轻微，新肾脏已经开始工作了，观察1周就能出院。谢谢医生，谢谢。你今天在医院，我第一次看到你紧张。你站在台上跟迅达打擂的时候都不紧张。我最大的恐惧不是失败，是失去该保护的人。那种感觉，比任何一次商场失败都疼1万倍。陆枫，你想过将来吗？不是商业上的将来，是你和我。想过了，等到风讯成为全球第1的那天，我退休，然后我们走遍风讯卖到的每一个国家，不是出差，是旅行。你说的退休，大概还要等很多年。我妈说，女孩子不能一直等。这个给你。不是我逼你，就是先给你，你想什么时候戴都行。什么时候量的？趁你趴在实验室桌上睡着的时候，用一根棉线绕的。1992年上半年，国内市场份额34%，首次超过摩托拉的31%，成为全国第1。全国第一，摩托拉为咱们干下去了！各位，国内第1知识起点，从明天起，风讯启动全球化战略。第一步，东南洋。这些市场有2个共同点：人口密度高，通讯基础设施正在建设，价格敏感。东南洋一直是诺比亚和摩托拉的后花园，我们打进去用什么策略？不打旗舰机，打 S1。S1 在国内验证过的1000元以下手机模式，拿到东南洋一样实用。一个印尼工厂工人买得起风讯，就会跟他的工友推荐风讯，一个传一个，比任何广告都有效。而且东南洋的关税壁垒比欧洲和国外低，港岛的贸易网络可以直接覆盖过去。第二步，等东南洋站稳以后，飞国。飞国的通讯市场几乎是空白，先进入者得先机。嫂子，陆枫什么时候跟你说过飞国计划？没跟我说过，但我知道他每天晚上在书房画地图，画了快2年了。这就是风讯，国内那个公司。风讯电子创始人叫陆枫，19岁，3年前从铁皮棚子起家，现在国内市场份额第1，刚宣布进军东南洋。设计很务实，没有花哨的东西，每一分钱都花在了该花的地方。如果陆枫是19岁，那他背后应该有一个非常强的团队在支持他。我们调查过了，他背后没有技术团队，核心设计全是陆枫自己。19岁，白手起家，3年做到全国第1。这个人不是一个天才，天才我见过很多，他是一个穿越者。穿越者，比喻而已。他做对了每一个该做的选择，好像他在出生之前就把整盘棋背了一遍，把他列为 A 级关注对象。从今天起，风讯的每一个动作必须在我桌上看到分析报告。如果他比我们先进东南亚市场，我们就拿价格去压他。各位，硬件我们追上来了，但软件、操作系统，现在所有手机用的都是别人的系统。摩托拉用摩托拉自家的，诺比亚用塞班。如果我们不做自己的操作系统，10年后命门握在别人手里。做操作系统，至少需要100人的软件团队。我们现在只有20个硬件工程师，所以硬件和软件要同时开工。我从明天起带软件组，硬件组老刘带。我只会硬件，软件一窍不通。那就专心把硬件做好。芯片进展怎么样了？ FPGA 原型已经跑通了所有调试解调的功能，下一步是流片，但深成没有能加工 0.8 微米工艺的晶圆厂。先走 MPW 模式，把我们的芯片设计跟其他公司的设计拼在同一块晶圆上流片，成本降低 90%。港岛的 CSM 公司可以做，我已经联系好了。这个名字有2层意思：第一，凤凰涅槃；第二 ，Phoenix， 外国人也听得懂。这款操作系统要同时支持中文和英文。陆厂长，一拆。
我们做出来了，基带芯片，国内人自己做的基带芯片。各位，这不仅是风讯的里程碑，从今天起，国内的手机产业不用再看别人脸色了。这颗芯片从设计到流片，全部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完成的，没有外包，没有买授权，没有任何捷径，每一行代码，每一根走线都是国内人的。陆峰，我刚接到消息，果芯和诺比亚联合宣布要在东南亚市场联合降价，全部旗舰机上个月的基础上再降30%，专门针对风讯 S1，他们要踩死我们。意料之中，乔纳森一直在等一个时机，刚好是我们的芯片研发最吃紧的时候。他以为我们会手忙脚乱，但他错了。东南亚市场降30%是因为他们利润率够高，在国内降价叫市场竞争，去东南亚用价格碾压一家还没站稳的国内公司，叫做不公平竞争。明天的发布会上，我会把这件事公布给全球媒体。5年前，风讯只有一个铁皮棚子、2张桌子和3把螺丝刀。今天，我们国内市场份额第一。有人跟我说，陆峰，你凭什么？你的对手的每一个都比你的公司大几百倍，我就凭这个。一把螺丝刀，从拆开一台坏录音机到做出一颗国内自己的芯片。风讯的精神就是不认命，你不给我路，我自己开路；你不给我技术，我自己研发；你不给我市场，我一个个用户去赢得信任。他每次都在最好的时候提前想最坏的局面，然后在那局面真的来了的时候，他已经准备好了答案。这就是陆峰，我第一天认识他就知道他不是凡人。乔纳森公开回应了，他说风讯是一家值得尊敬的对手，但果芯不会在任何市场上让步。他不会让步的。我和他其实是同样的人，为了赢可以拼掉一切，区别只在于我是从一条叫电子街的巷子里走出来的，手掌上至今还有烙铁烫的疤。他呢，从出生就在精英跑道上。疼吗？不疼了，每次看着他们，我就记得自己是从哪里来的。一个从铁皮棚子里出来的人输得起。5年了，从修一台收音机到自研芯片，下一步操作系统，再下一步全球第一。路还很长，但每一步都踩在了对的节点。大家好，风讯 OS 代号 Phoenix 正式发布。Phoenix 不是风讯公司的操作系统，是全体开发者的。从今天起，所有源代码开放，风讯提供2000万的开发者基金，优质应用直接奖励。我们的 XK 者英文文档、日历代码全部齐全。我们欢迎全球的开发者一起加入 Phoenix 的生态。陆总，果芯今天也发布了他们的 OS， 同样是开源，你为什么要跟果芯抢同一天？不是抢同一天，是让开发者自由选择。2个系统都开源是好事，因为最终受益的是用户。风讯不害怕竞争，风讯的底气是我们的系统在国内市场有最大的装机量。Phoenix 从今天起开放，未来10年目标让10亿人用上风讯 OS。累，但是高兴。全国内的开发者都在讨论 Phoenix。发布会后12个小时 ，ST 下载量超过10万次，开发者社区注册人数突破1万。果芯的 OS 下载量是多少？4万，差了1倍多。我们有装机量优势。装机量只是一时的领先。操作系统拼的是生态，谁的应用多，谁的服务好，谁的开发者赚到钱了，谁赢。从现在起要做的3件事：第一，发展开发者社区，每周线上 Meetup；第二，推出应用商店；第三，校园计划，和全国所有大学的计算机系合作，培养下一代 Phoenix 开发者。校园计划预算大概1000万，你确定吗？确定。Phoenix 不是在跟一个操作系统竞争，是在跟硅谷几10年的软件生态竞争。不做长线布局，5年后生态就贫血了。帮我在深城找一家大学最好的计算机系，明天我去跟院长谈。他永远在想5年以后的事儿。95年，风讯 OS 发布，第一个承诺兑现了，第二个快了。